反对派核心层生气归生气，但也听得出，哈米德这就是在炫耀自己的战斗力。可是，哈米德刚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军队的战斗力，确实要比他们强出一大截。而哈米德这时候提出要他们表示，敲竹杠只是其一，更多的是为了羞辱。这就和19世纪的列强一样，侵略一个国家，答应了之后还要让这个国家出战争赔款。反对派核心层都是靠造反爬上来的，要是放在以前，他们草莽出身，城府不够，自然咽不下这口气，命不要了也得跟他干到底。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自己手握社稷，这时候要还动不动就拼死拼活，这江山怕是用不了2年就要丢。于是首领直接拿过电话，开口道：哈米德，我们不要再猜哑谜了，想要多少钱你直接说个数吧。哈米德想了想，对方既然这么说，那就是同意接受这种屈辱性的赔偿，这等于自己又赢了一步。不过让他们赔多少，自己也要稍微有个度，如果要的太多，搞不好会重新激怒对方。如果能谈到一个合适的价位，考虑片刻，哈米德便提出要求：你们伤了我3个兄弟，给我300万美金现金，这件事就一笔勾销。3个兄弟300万，还是美金，这个报价让反对派首脑气不打一处来。可接着他又听到300万就一笔勾销，这个报价又瞬间让他感觉十分划算。300万美金而已，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虽然大马士革的人民很多还饿着肚子，但他们掌控了经济命脉，300万美金不过就是洒水。他问哈米德：300万给你，这件事就真的一笔勾销了，你以后也不会进攻我们的油田，不会进攻我们的据点，我们的部队。哈米德笑道：当然，我这个人跟你们不一样，一来我这个人非常注重契约精神，二来我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大的欲望，我不想要你们的地盘，只想把我自己的地盘经营好，不要让它遭受危险，所以将来只要你们恪守承诺，那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。好，反对派首脑立刻斩钉截铁地说道：300万就300万，我让人准备好现金，立刻给你送过去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一辆老旧的美制悍马越野车，扬着几米高的沙尘，一路来到哈米德基地外。车在哈米德基地的进山口处停稳，后排下来2名士兵，两人手里都提着一个硕大的军绿色帆布袋，里面装满了要交给哈米德的现金。哈米德并没有现身，而是派了几名手下前往山口交接。在拿到钱之后，手下对装现金的袋子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搜查，确定没有炸弹，没有窃听设备，才把钱带回了基地。基地内，哈米德听从叶晨的建议，正在召开表彰大会。这一次，他要表彰在袭击油田的战斗中表现突出的精英分子，已经英雄负伤的3位士兵。以往，哈米德的军队都是散兵游勇居多，管理混乱、松懈，内部组织架构层级不明确，士兵及军官上升阶梯不清晰，几个领导岗位的任免也都是哈米德一人根据他个人喜好来做决定，缺乏足够的公信力。这一次，他决定按照叶晨的指示来趁机推动军功制度，以后的队伍里谁立功就谁受勋，谁受勋就谁升官，谁升官就谁发财。在叶晨看来，管理军队绝不能仅仅靠利益驱使，越是拿钱去打赏那些官兵，越是会让他们在内心深处趋向于雇佣兵。雇佣兵打仗永远是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，绝不可能有任何牺牲和奉献精神。想要让自己的官兵具备奉献精神，就必须要给他们足够的荣誉感。所以，哈米德效仿大国军队架构，准备从今往后就在部队里推行军功制度。将来升上来的每一位军官，都必须要有清晰明确的军功作为支撑。这样不仅能让大家心服口服，也能提高大家踊跃立功的积极性。受勋的士兵和军官，不仅得到了现金美元，更是得到了哈米德授予的胜利勋章。该胜利勋章效仿自伊朗军队，
被哈米德称之为最高荣誉勋章。3名负伤的士兵得到了相对低一级别的勇气勋章，同时每人还得到了5万美元的奖励，同时军衔原地升一级，月俸也随之上升1个层级。这一举措让官兵们意识到，只要自己表现好，哪怕在一场战争中起不到决定性作用，只是表现的勇气可嘉，也能够得到高层的赏识和认可。一旦得到认可，那就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夸赞了，而是会得到实打实的好处，让他手下的那些士兵们开始渴望下一场战争。就算是普通士兵，也希望下一次能够冲在最前，即便受了伤，也能够得到司令的认可和奖赏。士气就这样被抬到了最高点。紧接着，哈米德便选中这次一个立功的军官，当场宣布成立一个新的队伍，名为油田护卫队。油田护卫队一共有300名士兵组成，其中下辖5个加强排，每个加强排满编为50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运输排，同样为50人。5个加强排负责整个油田的守卫工作，即刻进驻哈米德新争取来的那座油田。运输排则负责武装押运油田产出的石油，按照每天5000桶左右的产量来计算，每天出产的原油至少700吨，使用重型油罐车，也至少要装满30-40车，需要一个中型规模的车队，每天人歇车不歇的不停运输。哈米德成立运输排，就是为了武装押运这些石油，将这些石油源源不断地运往万隆店的驻地。不过现在的问题是，万隆店一时半会还搞不起来自己的炼油厂，按照1年100万吨的规模设计建造的话，至少也要上亿美元的投资，以及至少2年时间。在这之前，油田每天都有产出，怎么卖掉，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。哈米德不过就是一个小军阀，不具备搞全球贸易的能力。如果想把这些石油卖掉变现，那以超低价卖给本地小作坊式的炼油厂，或者走私卖给土耳其的商贩，就是唯二的选择。本地炼油厂承载能力较低，给的价格也很低，利润空间太少。可如果走私卖给土耳其，虽然价格比卖给小作坊要高一点，但还要承担走私的风险和成本。叙利亚这边倒是好说，反对派本来运营的就稀里糊涂，边检和海关几乎形同虚设。但土耳其毕竟是个中大规模的国家，他们的边检和海关肯定不可能轻易放叙利亚的黑石油入境。好在叶晨有自己的伊苏航运，他可以给哈米德提供第3个选择，就是把原油运到万隆店的驻地。万隆店的驻地就在海边，有自己的简易码头，并且码头还在不断完善升级，完全可以从这里输送到伊苏航运的油轮上，再由这些油轮运回华夏。等以后炼油厂投产之后，直接在这里将重油运到不远处的航线，在航线上就能给伊苏航运的货轮加注燃油。以伊苏航运的船队规模，这么点产能根本不够船队1年的重油消耗量，所以到时候所有原油都能实现自产自销。